大家好呀，好久不见。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网页的一键翻译工具啊，这是基于浏览器的一个工具。然后这是我平时学习工作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插件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样的功能。首先就是这个日常的网页阅读需要翻译啊，对吧？我知道大家一般用这个谷歌的浏览器，对吧？可以直接右键去翻译，翻译成不同样的语言，对吧？非常的方便。对吧？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个插件的功能会更加强大一点。它不仅支持网页的翻译，还支持这个 PDF 文献的这个翻译阅读，还有这个当学习小语种的时候，也可以用来直接进行这个翻译对照，对吧？看起来非常的方便。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对吧？我会把这个官网贴在我们这个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面，对吧？我先介绍一下什么是视频下方的说明栏。如果有的同学不知道的话，对吧？大家可以去在随便一个视频的下面，对吧？去看一下这个就是视频下方的说明栏。这里我会在下面贴非常多的链接跟信息，所以大家去找这个相关链接的话，直接去本视频的下方这个说明栏里面去找就可以了。在这个网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如果去安装的，如果是我们是用 Chrome 打开的话，直接点这个 Chrome 扩展，对吧？我们直接在这里点击安装，对吧？安装完之后，它就会显示在这里了，对吧？它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安装如果大家需要在其他的插件或者是设备上安装的话，直接根据它的这个操作指南去操作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它这个，然后安装，如果大家有需要安装 Safari 的，在 Safari 上的安装的话，也可以在这里点击，对吧？去进入到这个 App Store 里面去安装。然后在这里安装完之后，在 Safari 里面打开这个插件就可以了，这里不多做介绍了。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吧，对吧？首先我们打开这个 BBC，对吧？它默认打开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吧？这样，人家如果我们使用谷歌翻译，它就是比如说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吧，你看我们看这操作非常的繁琐我们给它翻译成 Chinese，哎看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对吧？然后每次还要翻译的，还要点击一下右键翻译，对吧？那这个呢就比较麻烦，然后我们显示回去，我们不翻译了。我们使用这个工具呢，对吧？使用快捷键 Alt 加 W，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得到同样的翻译好的结果，对吧？和对照的去显示，对吧？是非常方便的。我们在这里去看一下设置，都自动检测语言，使用的是谷歌翻译，对吧？显示原文，然后直接是选择翻译，对吧？这时候如果在使用快捷键就是 Alt 加 W，这时候我们就看一下，对吧？如果是其他小语种，对吧？我们看一下丹麦语，对吧？效果怎么样？它这个翻译效果是跟这个谷歌效果是一致的。我们给换译成其他语言，对吧？我们给它换成英语。我们重新再翻译一下 Alt 加 W，重新翻译一下。这默认给我们翻译了，我们取消了自动翻译。那我们直接再来翻译一次。好，你可以看到，可以对照的把这个丹麦语翻译成这个英语了，对吧？我们人家可以继续把它翻译成中文，对吧？这个是非常方便。对比这个谷歌的自我的翻译，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对吧？也可以方便我们去学习这个丹麦语。当然，我们在法语的网站上去试一下，对吧？同样的可用，对吧？这时候我们考到一个问题，刚刚说它可以翻译文献，对吧？其实这是功能是非常强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一个这个 PDF 文献，虽然我已经打开了，对吧？大家可以从右键直接打开，使用谷歌浏览器打开，对吧？就是打开这个文件。这时候我们点击这个插件，对吧？点击导入 PDF，发现说，我们没有权限，对吧？我们继续打开我们的软件，打开这个文件夹，来把它拖进来，这我们也看到它是可以翻译的哦，而且这个翻译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还可以翻译样式，对不对？你可以像网页一样，可以边滚动边翻译，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阅读这个可以解决非常多的事情，而且它还支持，对吧？各种各样的打印，对吧？也可以支持这个，也支持导出这个翻译页的打印，双语打印都可以在这里去很好的去打印出来。我们如果使用这个打印的话，可以看到它是一页英语，一页中文也是非常方便的。好，这就大概这个软件的功能了。我们先进去详细看一下它的设置页吧，给大家说一下，对吧？这里有非常多的功能
其中有一项重要就是它是支持多语言的这个翻译的。最简单的，如果大家是可以上外网的话，或者在内地的话，可以选择这个微软。如果在内地的话，可以选择微软翻译啊。如果大家有谷歌翻译，默认用谷歌就很方便了。如果大家需要试着用其他的思维引擎的话，可以根据它的操作指南去操作一下。如果开通它这个会员的话，是可以去使用 DeepL 跟 OpenAI 的这个翻译的引擎，它这个效果会稍微好一点。但其实并无所谓无所谓。还有一点需要说一下，就是在教程里点一下在这官网的教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这个探索互联网上高质量的内容，我觉得它这个非常不错啊。就是它这里面介绍了非常多的这个就是外网大家喜欢读的一些常见的一些杂志还有新闻一些地址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去直接去看一下，对吧？就过去之后，大家可以直接翻译去阅读，对吧？我们可以随便翻译一下，对吧？即使我完全不会英语我也可以非常流畅的去阅读，对不对？好，这就是基本功能的介绍。下一步，刚刚那一步应该其实就实操了，这也就直接跳过吧，对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总结一下它的优点，对吧？优点就是它有非常优秀的这个快捷键交互体验，对吧？在 Chrome 里我们用 Alt 加 W， 在 Mac Safari 里面用 Option 加 I， 对吧？其实，然后另外还有解释一下，就是在这个 Safari 里面大家尽量先主要用 Chrome 吧，因为我发现 Safari 它那个翻译是有错的，我给大家去看一眼，对吧？我在 Safari 已经安装了，对吧？但是我翻译这个网页呢，对吧？说 Original， 好了，来翻译一下，Option 加有时候还会翻译失败，对吧？然后我们 Translate， 你也看到有的翻译有没有翻译，所以发现它是会失败的，所以大家就谨慎去考虑去使用这个在 Safari 上使用吧。然后你也支持多引擎，这样就即使我们在国内没有外网也是可以使用的，对吧？当然在国外用直接谷歌翻译就更方便一点。这个同页面的翻译对照显示呢，这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对吧？也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外语。它支持 DeepL 跟 GPT 3.5，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强大的功能但这个是在会员才可以使用，而且它会员费还有点高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玩一下。好，下一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缺点缺点就是会员收费，对吧？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对吧？做个软件当然是要盈利的。还有一点就是它现在是闭源代码了，它更新的功能更新蛮快的，然后它是国内的团队开发的。之前是开源的项目，大家这个地址呢，在网上大家可以去找到，有兴趣的也可以去读读它的源码。好，我们总体上我们来做一个使用总结，就是说，对吧？它弥补了这个谷歌全文翻译没有快捷键的这个缺点在这里呢，通过这个工具呢，我们可以非常快捷的在使用快捷键去翻译全文，然后呢，然后你还可以去翻译 PDF 文件。另外，它虽然支持Mac 的 Safari 呢，虽然有一些缺点，对吧？但是 Mac Safari 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支持一些很少的语言。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工具，最起码可以支持更多的语言的翻译，虽然结果还不是特别的满意。所以总的来说，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满分的这个浏览器翻译工具。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做到这里然后呢，还有一个补充消息和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我现在开通了这个 Discord， 对吧？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去我的主页上，对吧？在这里去点击这个 Discord，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的主页里面去跟我去聊天互动，对吧？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对吧？好，这期节目大概做到这里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好的，谢谢大家。